星链4.2万颗卫星的轨道，你认为它是传输网络信号吗？其实是暗合天干地煞阵。马斯克的八字的原局是不足以让它成为紧急符号，背后里面有了很多的这种风水布局。他为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可以成功？因为他的剥夺气运的正反面形成了。随着他的天网系统完成对接，它可以让人一念走到天堂，一念走到地狱。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守护自身的一个运势呢？对于普通人来讲，你吸到你全部也就那么一点点。一元风一生，起盘的真的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元观觉的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元。道元老师，马斯克呢的星链计划其实一直被宣传为实现全球互联网覆盖的科技创举。那它的被他更是标榜能让其偏远地区接入网络，推动人类星际文明说的是非常的伟大。但是在玄学圈有个颠覆性的观点，就是星链呢根本就不是什么科技工程，而是马斯克精心布局的一个全球风水大阵。那4.2万颗卫星组成的这个天罡地煞阵，目的呢就是为了掌握全球的天之气，掌控人类的气运。它的终极野心呢就是实现现实版的玉皇大帝。那关于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说法，先生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关注过马斯克的一些新闻哈。马斯克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突破10000亿美元的这样的顶级富豪，他会跟现在的顶级富豪会拉开一个非常大的这种距离。我很同意星链计划是一场风水的布局。马斯克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的极其深，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了解风水的，甚至他背后里面应该有很多的风水大师。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如果你打开马斯克的八字的话，你会发现甲木生于5月，夏天的木，那么呢这个木并不太旺。然后呢他生于辰时，辰里面有什么？有正印，有劫财，所以这个时辰还是可以的。再加上呢辛亥年，那么亥也是一个偏印，这个八字就是典型的什么身弱财旺，以官富财。如果仅仅是他的八字的原局是这样子，或者是大运走的是这样子的，不足以让他成为顶级的这种富豪。对啊，最多就是亿万富豪已经了不起了，这八字已经到极限了。但是现在我们觉得他可以上10000亿，那肯定是在背后里面有了很多的这种风水布局。星链有4.2万颗卫星的轨道分布在全球的各个地方，其实也是暗合我们的这个风水学里面叫做天干地煞阵所以它的卫星都不是随随便便发上天上去的，星链的路径它其实都跟天上的这些所有的这种星宿暗合，比如说28星宿它核心的目的，你认为它是传输这个网络信号吗？我们现在的人类的这种通讯已经可以满足了，是吧？像华为做的很强大，是吧？在南极都有基站，是吧？并不需要说我们在天上下那么大的这种功夫。但是它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心力呢？对不对？实际上就是为了锁定了全球的气运流向，承载能量，然后的话吸收能量，实现对于天之气的这种垄断。其实就好像我们很多术数其实都是夜观天象，就可能是根据星的排列，根据行星的走势去得出了这个术数。我们古人不是有钦天监吗？钦天监就是夜观星象，观一个朝代的更迭，然后预测一些人间的兴衰的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古人早就发现这个宇宙其实就是一个风水大阵，然后我们在什么方向，然后接收这个宇宙的能量，是吧？接收木星的能量，还是接收火星的能量，还是接收水星的能量，以及我们把这个地球上面的人分为5行，然后去对应吸收某一颗星系上面的这种能量。所以从这样讲你就可以明白了。而马斯克他在天上隔绝了这个体系，也就是说你要吸收火星的能量，然后呢你通过他的星链，你要吸收木星的能量，你也要通过它以媒介到你身上来。我们原来夜观天象是被动的现在它变成了主动的，它可以观察到每个人的这种气运，对，它也可以主动去干预，其实它都可以调控一个地方的这种气运的能量的强弱了。因为我们试想一下，4.2万颗的卫星到天上，对，然后它覆盖了整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连接了地球里面的所有的山脉，所有的山川河流。那么又有什么样的运程它吸不到呢？又有什么样的地貌它
它不能为自己所用的，天力它都是什么一体的。然后我们是这个信息时代，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发展都是信息带来的，我们所有的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都是通过信号去链接的。你包括原来为什么美国他们的军事力量那么强大？因为它有自己的导航系统，我们全球的所有的人都用他们的那个通信系统。对，如果我们的导弹打过去，它要切断 GPS，然后呢，我们的导弹就没有对，目的性，对吧？就不具备导航的这种功能。那么你看星链，它也是同样是这样子的。对，它覆盖了以后，然后它把这边的星链的信号一关闭，是吧？人们就接受不了这个信号，财富的信号也好，什么样的信号也好，对吧？都没办法。就最起码是星链，它有这个功能，是可以干预它这个地域里面的一些生活的人的这个财富是跟世界的生活，它是有密切的这种联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出发，其实实际上星链确确实实操纵了一部分人的这种气运。所以它控制了人，控制了天，控制了地，天地人都在它这个布局里面。他为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可以成功？因为他的那个剥夺气运的这样子的阵法，其实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它可以让人一念走到天堂，也可以让人一念走到地狱。随着他的这个天网系统完成对接，他在人间的气运变得越来越强。所以他才可能说在未来成为这个全球的真正的第一大富豪。所以现在的大家的气运之争已经不是在地下，已经不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了，已经不是说地狱与地狱之间的竞争了，已经进入到太空了，已经开始剥夺你天地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气运了。它背后里的风水师那种格局已经不是说在风水师之间的这个什么这个博弈了，人与人之间了。对，它可能是这个宇宙和外星文明之间的这种博弈了。它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地球上面了。所以我们中国人，你看，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卫星上天啊，所以也是在跟他做一个抗衡。那对啊，就是别人有的我们也有嘛，是不是？我们已经开始说，不只是说地缘政治的这种争夺了，我们可能还要到天上面去争夺。如果你在天上没有网的话，对吧？你在地下，你可能就会被挨打。对。那如果我们作为普通人的话，没有能力说去操控天上的东西，那在这种潜在的气运控制之下，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守护自身的一个运势呢？才能避免被它吸走我们的运势？那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都很难的呀，就是你看我们离不开信息。普通人其实很难的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大多数的都是随波逐流。那这个时代好，然后你过得好一点；这个时代差，你就过得差一点点。就你普通人是没办法去破这个局的。这也是为什么八字都要结合当下的情况来看。是的，所以普通人只能去接受它。对，不要那么内耗自己。在接受命运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让自己什么过得好一点点，新店也好，或者其他的以后将来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在天上布局的也好，在地上布局的也好，对我们人类有没有影响？当然有。那有又怎么办呢？有我们也没办法。普通人，你看你怎么去跟马斯克抗衡啊？对吧？我有一个抗衡的办法。怎么说？就是找一个靠谱的师傅，比如说添加我们的 WhatsApp，找到我们的道元老师，好就可以帮你去布局在未来的路哪个节点能有一些好的机会，去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在这辈子过得好一点。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上出发，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你不要怕他吸吧。如果你是个百亿富豪、顶级富豪，可能还要担心一下，或者他的竞争对手可能也担心一下，对吧？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其实他也没把你放在眼里啊，你吸走你的，你全部也就那么一点点。所以你们稍微的话调整你们的命运，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点，这就已经可以了。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期是比较深刻的去剖析了这个星链的这个计划。那道元老师不仅仅是戳破了星链计划的这个科技的外衣，还更加揭露了这个背后操控这个气运的这个野心。那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认为马斯克的星链计划有阴谋的话，也欢迎在我们这个评论区下方给我们留言。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感谢道元老师的分析，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拜拜。